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剧再度上演高颜值，4个男人都爱她。对于心碎者来说，她的外表是否合理？近日，杨紫新剧《长情》发布了一段路透视频，画面中出现了2人寻求杨紫修罗场的剧情。不过，据说剧中喜欢杨紫的不止这2个人，还有4个顶级男人一起争夺杨紫的总和子饰演的勇敢的女人逍遥。我们应该调查冠军和4位男英雄之间的深刻陷阱。人物的名字都太乱了，要不我们直白点，不为人处事。我们应该使用艺人的名字。为张晚怡加油！一句话，男人都爱她。这种玛丽苏人偶秀能不能成功，关键在于她的颜值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旧人体模型的叛逆者受到了人群的蔑视，所以新的旧人体模型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时至今日，这4位男主的存在感还是被网友们极度感知的。正常来说，胆子大的女人一定要劝，否则就会像《凤游仙境》中在世外桃源饰演男主角的雷梦杨子一样被众人斥责。不管怎样，一向被媒体称为普通小姐姐的杨紫，她的颜值真的有那么让人心动的气质吗？从防晒霜通知中应该可以看出她在前一段时间被小组贬低的反应。近来，观众已经厌倦了观看男人与冠军有关的节目。这些天来，除了男女主之外，各种 CP 线的戏剧也很受欢迎。众所周知，《长相思》是上游的一块。要知道，上一部4个男人都爱勇敢女人的电视剧就是《点点滴滴》。顺带一提，这2部剧的首创者都是童话，而那个时候被大家嘲笑的人就是刘诗诗。不过，刘诗诗那时候非常在意，说自己妈妈吐槽她不够可爱，学姐都围着你一个人转，你不好看。只是在85朵花中，优秀的并不出众，但在整个娱乐圈中依然异常的残酷。无论如何，杨紫更加确定。尽管众人都认为她很正常，但她本人却是真正迷上了华丽的角色。最近，她出演的绝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是每一个有魅力的人都爱我，被我迷住。我疯了节目，香蜜沉沉烬如霜中，杨紫饰演的冠军紧密换上一身裙子后，甜到男主看得目瞪口呆。再清楚不过众人有些懵了，剧中男二死死盯上她，黑化杀戮，出卖家人。不得不说，冠军很可能会以内在身份压倒男二。杨紫在《青云记》中饰演的杨紫，以网友吐槽爆寿星为由，解决了诛仙粉丝们争论了10几年的谁是冠军的问题，一致认为赵丽颖出演，碧瑶是有魄力的女人。在青云志的问答环节，杨紫和赵丽颖的势均力敌，谁更胜一筹一目了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杨紫的长相。尽管如此，1992年诞生的杨紫，今年已经31岁了。年轻的时候拍了《长沙之战》这样耀眼的好剧，后来成为红遍天下的标志性明星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只是既然有流量、有粉丝、有商业尊严，难道还不需要安下心来拍个卖座，闹得沸沸扬扬吗？如果你不跟上变化的步伐，你就会像85花中的顶级小姐。他们在跑了4次之后，仍然陷入了白色和精致的符号戏剧化，而且他们的行为仍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早。成为西门小恨恨还需要时间。孩子对比赵丽颖，杨紫的节目起步阶段要比她高很多。不过既然赵丽颖能把偶像剧和综艺双杀，杨紫的素质就不能再浪费了。你觉得杨紫的颜值足以成为绝世美女吗？02肖战媒体评价惊人，一度自负的黑粉集体封杀不足为奇。尽管肖战的米兰时装周已经落下帷幕，其长尾效应正在不断涌现。不仅在1-2天内收获了超过10万的支持者，还被多家国外重量级媒体报道。近日，时尚版的合法权威基金会 BOF 也在推特和 ins 上发表了独家报道，肖战作为的代表，给出了1.366亿的媒体费用，约合1980万人民币。商家备注：广告投放中央指挥部指定之财务计划及曝光费用均有安排。在本次时装周上，显然该品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，这也是该品牌衡量参加设计周的专家价值的重要标志。一次米兰之行，肖战凭借饱满的精神状态、流行合身的着装、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，成为最惊艳的明星。一切背后的艰辛和汗水，现在看来都是有价值的。仅通过拥抱日光，
我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拥抱日光并成为日光。从肖战开始出征米兰射击周的那一刻起，黑粉们就蜂拥而至的诽谤和八卦，将压在心底已久的羡慕和不舍全部倾泻而出。他们散布的评论非常笨拙和可笑，但他们同样会误导某些对现实一无所知并别有用心的人。在他们的现实中，肖战的发展和影响都局限在粉丝圈内，到了异国他乡就尴尬了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几个真正有造诣的天才，那些人根本看不上眼，肖战没有问题就会回拨。无论如何，现实侮辱了他们。再加上肖战在国外拥有庞大的粉丝量，而品牌巴巴却给予了他专属的需求待遇。而且，肖战尽量从一开始就不卑不亢。他奖励品牌负责人的制造作品，以及他与在场人员的畅通无阻的通信，无一不显示出他在管理人员方面的成熟度和判断力。肖战已经展现出了一流的实力，此次米兰之行也结合了他在时尚圈的地位，可以说为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奠定了坚实的起点。那些黑粉一开始散播的天大谎言，都被现实一个个打破了。一开始，他们不动声色地接受肖战毫无进展的归来，粉丝们会因此大量流失粉丝。事实证明，这与他们的猜测恰恰相反。很像肖战因《陈情令》走红后，某些人故意大写文章拉流量，说肖战不会出名很久，他只是微博上的一个小插曲雷达，不久就会被新秀取代。柜台粉丝终于给他们加油了。受到侮辱后，他们可以出于沮丧而隐藏或删除帖子，总而言之，关闭放大器以掩饰他们的屈辱和愤怒。肖战一直在用自己的真实行为证明，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后悔，没有人不会在这时产生悲观情绪，但他不能让悲观情绪影响自己太久。想办法自信起来，自暖自愈。灵魂里充满温暖和阳光的人，会相伴而生，风华绝代，朦胧和浑浑噩噩无处可藏。03花琉璃号开播，徐正熙、孟子怡流量秀，古装娱乐，甜宠。春15夜，电视剧《琉璃花的故事》在腾讯视频第4期热播，开启首播模式。该电视剧由徐正熙、孟子怡等青春洋溢的艺人主演，讲述了君主与公腐女的甜蜜浪漫故事。从目前4集的内容看，《花琉璃物语》符合流量剧的类型，符合粉丝团追求剧情化的喜好，会成为一部有点人气的作品。很快，这部电视剧特别引人入胜的是更加年轻化的女性故事思维模式，比如后续剧集的内容会让众多追剧的青春女性观众感触良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充满了年轻女士的推理势力和观点。尚书家的小丫头利用地位为首领家夺去养料，一人则利用她脆弱的短板，狠狠地骗取尚书家的重金。假设你按照中老年人的推理方法来看，你会觉得这条街上的故事太假了。不过，按照小姐姐们的推理，这个坑爹的仇人故事还真是引人入胜。它的魅力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每个人似乎都脱颖而出，以至于注意到它的真正可操作性。年轻女士们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推理模式，削弱理由，或者从她们承认的理由所表明的改进故事的机会中解脱出来。在电视剧中，基本上每一个故事都是少年里。比如在第1集的第1集中，牧师们在城门口得到了勇敢的女人，职业杀手死了，君主来迎接他们，等等，这些都各有千秋。幻影，假设它是由某些男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组成的，那么这部电视剧将是恐怖和恶臭的。更有使者，按照小姐姐的理智来写，效果会变成戏仿。的确，即使是职业杀手也有自己的搞笑骨干。说实话，华丽的甜宠秀都是傻里或者小姐姐的故事里。这类电视剧的布景人群也是一群小孩子，拥有一颗少年心的人群并不笨拙，但真正值得尊重。因为当他们查看地球上的一切时，这种人群的聚集是直截了当的，充满了崇拜。一句话不变，喜欢看甜宠秀的无辜群众想必是不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坏事的。在大小姐理智的配合下，剧中的刻画老一套的穿搭，娱乐性十足。比如在后面的剧情中，君主将勇敢的女人抓了出来，把状元迎了进来，拿了状元当年寄给他的信，戳了戳勇敢的女人。这是极其愚蠢的愚蠢行为。讲述这千丝万缕的趣事，塑造了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视角，足以吸引有铺垫的女性人群。这部电视剧4集最近才开播，还没有强大的甜宠剧情。不管怎么说，按照剧中的账号环境，
后面跟传奇和冠军合力就是竞速了。是个老庄甜宠秀，是个耐人寻味的女强人，追着传说什么的都该做的你想要的东西，一起开始一个职业。我们正在进行的甜宠剧中的人群在他们的职业中非常自由，他们喜欢看这种以职业为中心的电视节目。徐正熙和孟子的展览同样探讨了甜宠戏剧化的问题。对徐正熙来说，他很诚实地展示了他有吸引力的一面；对于孟子义来说，他更需要表现出少年的一面，尤其是随和、有趣、机灵的一面。说到底，孟子怡小姐姐的表现越是火爆，这部电视剧就越是耐人寻味。该剧的大部分笑料和花絮都是由勇敢的女人带来的。至于化妆品，这部电视剧同样享有许多肉眼可见的好处，如风更艳丽，艺人的妆容更可爱，画面拍摄时的沉浸感更高等等，都是甜宠剧中的加分项。这种类型的电视连续剧在手机上播放的特别多，由于手机屏幕小，应该有利于营造画面的鲜艳度和沉浸感，有利于手机观看的人群。一个甜宠剧我们需要谴责，显然我们可以追究这样那样的指责。无论如何，这些所谓的问题在甜宠剧中很正常。可以说，甜宠剧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。把这部电视剧放在自己排版的类型里去评价，它往往被看成是一部华丽的电视剧，一部下饭的电视剧。粉丝型观察者可以确定而强烈地检查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